Hello， 胖妮儿来喽！继续跟胖妮过情关，订阅胖妮，更新不迷路。4年羹尧入京以来，出了很多幺蛾子，尤其在赵知远等人的任命上，他居然敢干预皇上的决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皇上灭年氏一族是早晚的事儿。为了谋定而后动，皇上在前朝政事上顺应年羹尧，在后宫偏袒华妃。华妃看不透皇上的捧杀，全当是自己真的得皇上喜欢，年氏一族真的荣耀无双。仅从华妃陷害眉庄、派于氏毒害甄嬛、杀死纯儿等举动来看，她最终被贬为答应，甚至被赐死，是真正的咎由自取。但是皇上对华妃同样不磊落。如果说当初华妃怀孕，皇上和太后借端妃之手将其打掉，后来又在华妃专用的欢宜香中添加大量的麝香，也是出于对皇权的考量，是无奈之举。那么皇上设计送错礼服一事，却是纯粹的对华妃的辜负。他在引华妃进入圈套的同时，自己同样中了圈套。咱们先来回顾下这件事的始末。年届屡立战功，皇上除了嘉奖年羹尧和年兴年富之外，还承诺要进一进华妃的位分。紧接着内务府就给翊坤宫送来了皇贵妃的符纸。华妃看了之后喜不自胜，而华妃身边的宋芝、周宁海也跪下恭喜。这一幕都被皇上看在眼里。那么内务府送错礼服的事儿到底是谁谋划的？有人说是皇后，因为当时的内务府总管是皇后的亲信江忠敏。但这件事意义重大，皇上当时又在翊坤宫，就算皇后有太后护着，敢这样做，内务府一行人的脑袋还要不要？所以给华妃送错礼服这件事儿，只能是皇上亲自下的令。皇上此举，一是为了试探华妃之前所说的臣妾只求时时刻刻陪着皇上，不在乎位分富贵这句话的真假；二是为了试探华妃的野心。而皇上此次试探的结果，显然让他很不满意。当华妃看着皇贵妃的礼服，高兴的手舞足蹈的时候，皇上站在她的身后，面沉似水。皇上用皇贵妃的礼服来试探华妃这件事，表面上来看合情合理，仔细想想却无聊至极。华妃虽然说不在乎位分，但是有哪个女人面对丈夫送来的好东西能做到无动于衷呢？甄嬛也说过，只想和4郎在一起，不在乎荣宠。但皇上送给甄嬛玉鞋的时候，她还不是笑得合不拢嘴，穿上鞋子在皇上面前来来回回走动吗？难道皇上会因为甄嬛对玉鞋的喜欢就苛责她贪财吗？至于通过礼服来试探华妃的野心，就更说不过去了。华妃本应身为贵妃，内务府送来的却是皇贵妃的礼服，这件事的确蹊跷。如果是甄嬛、皇后等人，不会急着高兴，而是会先对这件事本身产生疑问。但这并不能代表他们没有野心，只能说明他们的处事态度相对谨慎。华妃没想那么多，不正说明她性格直率，并对皇上的宠爱丝毫不怀疑吗？皇上当年爱上17岁的华妃，爱的就是这份直率和信任。而现在华妃还是一如既往，皇上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说到底，皇上之所以设计出送错礼服的闹剧，最深层的理由是要为接下来整治年届的举动找个合理化的借口，让自己心安。虽然在此之前他早知道华妃与年羹尧互通消息，知道华妃虽然爱他，却更爱自己的哥哥和侄子，他也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狠狠惩罚年羹尧，让华妃失宠。但是一想到4年前华妃小产的时候有多痛苦，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多么想要一个孩子，却对欢宜香的成分丝毫不怀疑，皇上就自觉愧对华妃，于心不忍。有了送错礼服这件事，皇上除年氏一族的想法才会更坚定，算计华妃的时候才能少走心。为什么我要说皇上在这件事上自己也入了圈套呢？一来，此类钓鱼执法的方式为皇上在处理与妃嫔关系方面积累下错误的经验。当日皇上因为华妃看到礼服时的反应没有达到自己预期而失望，后来甄嬛无意中穿错纯元礼服时，皇上同样爆发出雷霆之怒。他自以为通过一片树叶能窥见整片森林，其实所谓的以小见大，不过是自以为是。二来，华妃虽然是个实心眼，性格大大咧咧，
看不懂皇上故意送错礼服的局。但是后宫的众多人精们能看懂皇上心思的大有人在。这些妃嫔看到皇上对华妃的算计，难免会想到自身，认定皇上是个薄情的人。之后谁还敢对皇上交予真心？这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总是相互的，你在谋算别人的时候，自己也未必能够独善其身。就如同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你在给别人挖陷阱，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井中人。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